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4月15号。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聊一聊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啊。咱们董王上台，从4月初开始加码的这个关税战，感觉就是一套七伤拳啊。是呢，咱们董王先抡起来这个大棒，对着全球各个国家开始哐哐哐的加关税，搞得现在全球的股市就像过山车一样啊。咱们经常看到的美股也是经历了这一轮过山车啊，而且是免费的过山车啊。当然啊，免费是看热闹的啊。如果你真的在美股里面，那可就不是买免费啊，那就是真金白银的在体验这场川老师亲自导演的过山车啊。这个关税的影响里面，除了股市，黄金、原油加上比特币啊，都没能躲过去。那都是稀里哗啦的往下面掉啊，但是呢，它也有上上下下啊。你想想，多少人的钱包瞬间从这个 Plus 直接就变成了 Mini 啊？当然了啊，中国这边呢，它也不是吃素的。对于董王的关税呢，属于就是你敢加，那我也敢加；你再加，那我再加。这叫啥？这叫做战略互信啊，互相确认对方会采取最不信任的这个策略啊。当然开个玩笑啊，但是。你说这种反制是不是必须的？我觉得它还真的是必须的，就是你退一步，人家肯定就是要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啊！特别是看了咱们这个董王的交易的艺术啊，咱们肯定都能明白他的这个策略。那么你说加关税这个属于是七伤拳了啊，讲究的是什么？伤人先伤己啊！这个打贸易战，你以为是神仙打架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神仙们可能还在这个家里面喝着这个茅台。你说真正肉疼的是什么？那就是敌我双方，也不能叫敌我双方，就是美中双方的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就是这些并不能决定加不加关税的这些人，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啊。你想想啊，就是美国他现在加征关税，最后是谁买单？你说指望着中国那边工厂的老板去买这个单，好像也不太可能。人家本来就是赚个辛苦钱啊，利润比这个刀片还薄。你再压榨，只能说关了门啊，去不做你家的生意了。你说是不是能指望着美国这边的进口商买单呢？你像沃尔玛这种大佬，问题是什么？问题沃尔玛他开的是超市啊，他又不是开的善堂啊，亏本的买卖，你说谁干呢？所以说啊，加了关税之后，这个钱谁出？很简单，羊毛出在羊身上，加的税呢，最终还得是摊在商品的价格里，让美国老百姓自己来掏这个腰包。咱们董王天天喊着收了几十亿的关税啊，听着是非常的威风。实际上那都是从自家国民上刮下来的油啊。就是搞到最后呢，美国的物价肯定还是要往上涨，通货膨胀就跟坐了火箭似的，还得往上升。那边大妈去超市再买菜，心里边呢一边买菜一边讨价还价，一边呢还得问候咱们董王的八辈祖宗啊。你像中国这边呢？也不是说毫发无伤的。美国，你说他买的东西少了，工厂的订单呢，自然也就少了，工人呢，可能就失去了现在的这份工作。美国那边，你说他加他的关税，同时呢，中国还对美国也加征了关税，特别是农产品，你像大豆啊、玉米啊这些，价格一上来呢，你想想，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这个猪肉是不是也得跟着涨价啊？你看，就是这个贸易战一打，属于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就是一个现实版啊，里里外外啊，受伤的是谁？都是底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啊。你觉得我是单纯的在聊这个贸易战，单纯的在聊受伤的人吗？错了，咱们呢还得要聊一点更深层次的东西啊，就是这场贸易战打到背后，谁能赢，看的是什么？除了看谁的炮弹厉害啊，你觉得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一个点啊？我觉得就是更重要的就是看谁更能扛揍啊。但是这个扛揍的背后呢，其实隐藏着一个特别的生存法则。之前呢，我看过一个小说啊，就是小说里面有个主人公，他是这么理解这个生存法则的。在这里呢，我也借花献佛，和咱们频道的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他是这样说的啊，就是生存法则很简单啊，就是忍人所不能忍，能人所不能。忍是一条线，能是一条线，这两者之间的艰巨呢，那就是生存的机会。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忍，什么是能，什么是这个生存的机会。咱们先来看这个忍字诀啊，忍呢，那可不是说要让你当这个忍者神龟啊，什么事儿你都要憋着啊。它呢是一条线啊，就是你能承受的这个下限。
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韧性、情绪的稳定度，包括这种战略的耐心，甚至说就是忍受委屈和不公的这个能力，都是你的忍受的这个底线。就是别人遇到点挫折就哭爹喊娘撂挑子了啊，你还能咬着牙顶着风继续往前面走，这种呢就是忍人所不能忍，本身呢它就是一种特别稀缺的资源。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上辈或者上辈啊，就是老一辈啊，你想想他们什么样的苦日子没做过啊？什么3年自然灾害啊，那这些事儿，就是物价上涨，你说算什么？当然说啊，咱们也不能说主动的盼着这个物价的上涨。那么说完了这个忍，咱们再来看一看什么是能啊，就是能很好理解啊，它呢也是一条线啊，就是你的能力的上限，包括我们的技术、知识、资源、创造力、办事的效率，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所有能让你搞定事情、干出成绩的东西，那都算是能的层面。就是别人搞不定的技术，你能突破；就是别人找不到的资源呢，你能够调动起来。就是别人还在 PPT 上面画大饼造车啊，你呢能把实际产品落地，把它做出来啊。这种呢就是能人所不能的本事啊。这个能呢，就是我们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的这个硬通货。那么说完了忍还有能啊，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这2条线之间的这个间距，就是我们的忍耐这条线比别人低，我们的能力线呢又比别人高。那么这两者拉开的这个差距呢，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和机会的所在。两者之间的间距越大呀，我们的这个护城河呢也就越宽。别人活不下去的恶劣的环境，比如说经济下行，比如说行业寒冬，那么我们因为能忍啊，所以能够活下来啊。那么别人够不着的这个机会呢，比如说他有什么技术壁垒，他有资源的垄断，但是呢，因为我们能力上限足够啊，就能够抓得住这个机会，就能够突破这个壁垒。这个间距的地带呢，就是我们专属的蓝海啊，就是什么普通玩家完全挤不进去的这个 VIP 的包房啊。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么多些年来，你说中国制造，甚至说我们整个东亚的整个制造业，它为什么能够打遍全球啊？就是除了产业链齐全，是不是还有着我们这些普通人，他有这种超强的这种忍劲儿啊？加班加点996也好，任劳任怨的都是。再加上这些年什么大学的扩招，培养了这种海量的工程师，这种教育的倾斜，虽然不一定说个顶个的都是顶尖的人才吧，但是说基础是足够扎实的，性价比呢也是很高的啊。这个呢就是能的体现了啊，就是现在这种既能忍又能干的这种组合拳呢，它就拉开了这个差距，也就让我们现在很多搞制造业，甚至说我们很多的工作里面，在国际分工里面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把忍和能这个框架呢放到国家层面，那就更加有意思了啊。就是中美这场博弈实际上是什么？本质上就是一场战略的韧性和适应能力的大 PK、大决战啊。先来看这个战略的韧性，首先出场的呢是中国队这边，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政府调控能力强，集中力量办大事，那真的不是吹的啊。老百姓呢储蓄率也高，有点家底儿，确实能够扛一阵子。社会总体是稳定的，大家对于国家呢也是有信心的。文化上呢更是接受这种先苦后甜的教育啊。另外呢，中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它的一个压舱石，搞这个内循环也能够撑得住基本盘啊。这就像武侠高手一样，内功深厚，抗击打能力强，特别是在外部环境风大浪急的时候啊，它国内的 GDP 的增长呢还是能够稳稳当当的。像那种高新技术产业呢，也能够顶住压力。这个呢就是韧性方面。你说它光有优点吗？不是啊，它也有它自己的缺点，就是房地产的风险，加上地方债，加上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他就业的压力，就是这些问题啊，那都是什么？就是内功里面的引诱啊，都是需要小心调理的啊，稍微不谨慎，那都会变成大病的啊。那么说完了中国队，再看看美国队这边，它的优势又是什么？就是金融体系是非常发达的啊。科技创新能力那真的是全球顶尖的啊，社会保障体系呢也是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也是非常灵活的。那么它的短板又是什么？就是经济过于依赖消费啊，老百姓兜里一没钱就容易炸毛啊。
政治撕裂特别严重啊，两党互相拆台，民众对于通胀呀、失业呀，这些都是极其敏感的啊。选票是什么？选票就是政客的紧箍咒啊。加关税呢，本来是想让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结果成本高的离谱啊，工人呢也不好找。问题是你想想，自由散漫的这个红脖子，你让他去流水线打螺丝，你想想这个事儿是能办成的吗？现在呢，好多项目不是黄了，那就是拖着。这就像外家拳的高手啊，招式是非常凌厉，但是内功稍显不足，非常容易受这个内伤啊。说完了这个战略韧性啊，咱们再来看一看双方的适应能力。中国队这边的优点呢，那就是掉头快，东方不亮西方亮，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和东盟的市场，在新能源车、光伏、5G 应用这些领域都能够快速突破，实现弯道超车。工程师的红利呢依然是存在的，学习和模仿的能力呢都很强。相信现在很多小伙伴能够看到这个满大街跑的新能源车，还有就是在东南亚搞的这个基建，都是它适应能力的一个体现。那么它的短板又是什么呢？就是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啊，还是这个痛点啊。比如说这个高端芯片，比如说光刻机这些啊，这些呢都是外公招式里面的命门，你得要加紧修炼才可以克服啊。那么美国队这边的优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础科研和原始创新的能力，那真的是独门绝技啊，能够引领科技潮流的美元霸权和强大的金融工具呢，能够做到从全球吸血啊，依然属于全球人才的高地。那美国的短板又是什么？就是制造业空心化实在是太久了啊，想要补回来真的是困难重重啊。产业链断了，那不是说你想接上就能接上的啊。国内基建老化，效率有待提高。你想要在全球搞有岸外包，或者说近岸的外包，但是呢，你想要找到像中国这样又便宜又能打的这种世界工厂，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不管说你说墨西哥也好，越南也好，只能说它能承接一部分，但是体量和配套那真的是差得远啊。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国家大事啊，可能有人觉得这个事儿呢，就离我们普通人，离我们自己太过于遥远了啊。我想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忍和能的这个法则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去搞钱也好，搞事业也好啊，都是这种顶级的屠龙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这个搞投资吧，就是市场暴跌，别人吓得屁滚尿流、割肉跑路的时候，你因为有忍劲儿啊，就是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加上长期主义这样一个心态啊，就能够扛住这个波动。同时呢，我们要有忍的能力啊。就是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啊，就能够发现那些被错杀的真正有价值的好的公司、好的标的啊。这个呢，就是别人恐慌我贪婪的这个差距啊，那就是我们未来获得超额收益的来源。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框架用在了打工、用在了搞事业上面呢，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或者说我们的公司开始内卷、开始裁员，我们比别人更能忍，更能够承受这个压力，更能够降低自己的预期。同时呢，我们比别人更能够主动学习这个新技能，拓展我们自己的人脉，寻找新的方向。别人如果说被淘汰了，那么我们可能就抓住这个转型升级的机会，或者说在逆境当中找到这个新的生态位。那么这个差距呢，就是我们在职场里面的护城河。当然了，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这个艰巨呢，它不是说天生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说它是一成不变的啊，它需要我们不断的修炼，不断的去打磨的啊。修炼这个忍自觉啊，就是要锻炼自己强大的心理素质，要学会自己的情绪管理，培养我们自己延迟满足的耐心啊，降低不必要的欲望。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啊。另外，修炼能的方面呢，那就是要终身学习啊，打磨我们自己核心的技能，特别是提高我们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同时呢，也要不断开拓自己的这个视野，不要拘泥在一个地方。所以说啊，我们看这个贸易战，不光看热闹，还要看里面的这个门道。就是这场贸易大战也好，还是或者说未来的经济周期怎么样啊，背后呢，其实都是忍和能在较量啊。不管是说国家的博弈，还是说我们个人的生存，想要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活得好，活得更久，那都要有意识的去拉一下我们自己忍的下限和把能的上限之间的这个间距啊。这个间距我们把它搞得宽宽的啊，
风浪来了呢，我们才能够站得稳；机会来了呢，我们才能够抓得住。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大家对于忍和能这两条线是怎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分享在评论区。好了，谢谢大家。